又到了每年一度，仙门百家为了将自家弟子送进兰家求学而争破头的日子。与往年不同的是，当年魏无羡他们求学时，长辈将他们送来，是看中了蓝启仁研识出高徒的能力。而现在，求学的小家伙们也不那么抵触规矩特多的姑苏了，一切都因为10年前的一桩大事。当时刚过不惑之年的韩光君请辞兰家长罚一职，理由是要和魏无羡遍历山川，追寻大道。不知道内情的，大多都在夸奖蓝忘机视名利如粪土的同时，暗叹一下蓝启仁费心培养的继承人就这么被魏无羡带跑偏了。而知道内情的，只会觉得又被塞了一嘴的狗粮。蓝忘机请辞，蓝曦臣准了，蓝启仁便也不好说什么。可蓝忘机离开之后，有一个问题摆在了众位蓝家长辈的面前：谁去掌罚？其实对于蓝家而言，除非极为特殊的情况，历代的蓝氏掌罚基本上是不会就任家主的。鉴于此事，想历练年轻一代的蓝启仁最终把目光投向了蓝思追。任职的文书和谕令发到蓝思追手里的时候，他本人还处在迷茫的状态。他倒是早在消息宣布之前就知道蓝忘机要陪魏无羡游山玩水，丝毫没想到这个活最后会落到他身上。言归正传，蓝家换了掌罚之人，为什么会影响到蓝家的学社在小辈们心中的形象呢？原因是蓝氏的蒋学先生终于转正了。蓝思追学识广博，修为颇高，在年轻一代素有佳名，未足30便能讲授所有蓝氏开设的学科课业，且他为人谦逊温和，既不像蓝启仁一般顽固严厉，也不似蓝忘机般冷面古板，争论起来倒是和从前的泽无君蓝曦臣略有相似。而能够讲授所有课业的先生，蓝家只有3个半，分别是蓝启仁、蓝曦臣、蓝忘机，以及最后那半个魏无羡。除了宗主蓝曦臣和二夫人魏无羡以外，蓝启仁和蓝忘机都是蓝氏掌罚之人。而同样精通全部课业的蓝思追得了这掌罚之权，可不是转正了。不过呢，这转正有转正的好处，自然也有转正的坏处。比如当蓝老先生和魏前辈打对台的时候，被迫成为目击证人的你应该怎么处理？时间转回蓝思追掌罚后的第10年，云深不知处学社入学典礼上，好不容易在云深不知处停留的蓝忘机与魏无羡应蓝思追的邀请前去参加。魏无羡与这群小辈向来玩得开，夜猎遇到了也是嘻嘻哈哈，没个正形。蓝思追怎么说都是掌罚之人，外面倒也罢了，若是在云深不知处也跟着胡闹，影响必定不好。蓝景怡想闹腾的时候，蓝思追大多是让他想想家规，想想先生几岁了去贵祠堂抄家规，抄家规难过不难过，伤心不伤心，以后还怎么出去耀武扬威。只不过当闹腾的人换成魏无羡，蓝思追一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搞得蓝景怡怒气冲冲地说他双标。不双标，不双标，他不得被小鬼压在后山兔子堆里趴个10天半个月啊！兔子堆就罢了，万一是土堆呢？同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还有没美气的吹胡子瞪眼的蓝老先生蓝启仁。不过现在他也想开了，只要魏无羡不过分，不将事情惹到他眼前来，那他可以选择性失明，只是选择性而已。明日是入学典礼，蓝忘机好不容易在云深不知处，自然是帮着蓝思追去看看相关的事情，到底是自己一手教出来的，总不能就这么不闻不问。魏无羡百无聊赖，突然想到，按照蓝家家规，今日那些求学的人便要入住云深不知处的学社客房。想到此处，他转了转眼睛，似乎是想到了什么好玩的。蓝思追和蓝景怡这批小辈如今已经长大了，想拉他们下水好好闹一闹颇有难度。不过蓝家又不是只有这一届小辈，以前的长大了，还有新的给他玩吗？正如心中所想，当魏无羡一手拎着2坛天子笑，笑眯眯地溜进各家弟子的客房时，房内的所有人都以为夷陵老祖是来给他们送福利的。好酒好菜齐备，众人在屋子里便闹开了，划拳猜谜，玩得不亦乐乎。魏无羡玩这些那可是行家，一众小辈喝过一巡才想起来一致对外，终于还是将魏无羡喝得有些飘了。屋子里的酒坛越堆越多，但人却越玩越少。不知道从某一时刻开始，被罚出去买酒的人似乎都没有再回来。怎么人都不见了？一个小家伙抱着酒坛子，呆呆地看着屋子里的几个酒鬼。魏无羡伸手一揽，揽着他的脖子道：“你们行不行啊？喝不过老祖就跑了。”
临阵脱逃，就这还是玄门百家的精英。这群小辈人着实不少，饶是魏无羡也喝得有些晕头转向，说话也不似从前那般有条理。被他拉住的小辈听他这么说，赶忙挺了挺腰板。谁说的？我们都是。话还没说完，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魏无羡见他猛地坐直又猛地趴下，不由得哈哈大笑。笑过才发现，这屋子里会说话的，除了不知哪个小辈养的8个之外，就剩下他一个了。他拎着手里的酒坛子，晃晃悠悠地走出门去。没走多远，就在前方看见了一个背对着他的白色身影，前面还有几个别家弟子聚在一起，不知是在做什么。魏无羡揉了揉眼睛里1变2、2变4的白色身影，咧嘴一笑，脚下加速，猛地朝着那个白色身影扑了过去，环住了那人。蓝湛，被我抓到了吧？然而意料之中的回应却没有出现，被他抱住的人全身一僵，双手一用力，便挣开了他的怀抱。魏无羡不明所以，被推开还有些诧异。而在一边看着的蓝思追吓得冷汗直流，赶忙冲上去扶住魏无羡。你白色身影转过身来，却并不是蓝忘机，而是出来抓夜游门生的蓝启仁。便是魏无羡喝得有点多，看见蓝启仁不断抖动的胡子，也吓得没了醉意，一把将扶着他的蓝思追推到前面去。先生息怒。蓝思追擦了擦鬓角的冷汗，硬着头皮朝着蓝启仁行了一礼。蓝启仁气得浑身发抖，指着魏无羡，半晌说不出话来。站在蓝启仁身后的那些被抓的小辈都看傻了，刚刚是什么情况？他们看见了什么？他们不会被蓝家灭口吧？蓝思追瞥见他们一个个都目瞪口呆地盯着这边，急忙上前2步，朝着他们道：云深不知处敬酒，敬夜游，宵禁后不得入内。尔等共犯3条家规，罚抄雅正集30遍，月末之前交齐。被罚了的小辈也不敢多逗留，这里一会可要发生大事了。他们还想多活2天呢。夷陵老祖的热闹哪里是那么好凑的？溜了。蓝思追将这群人赶走，又使了个眼色，让一边的门生去将这边的事情禀告蓝忘机，这才再次走回蓝启仁与魏无羡中间。晚风吹过，魏无羡的酒算是彻底醒了，他缩着脖子上前行礼道：叔父恕罪，我方才没看清，冒犯您老人家了，我给您赔不是。蓝启仁此时已稍稍冷静了些，但却还是对魏无羡醉酒后的不端举止怒不可遏，袍袖一甩，冷哼一声道：你为何没看清？你心中有数。魏无羡干笑2声：为何没看清？老子喝高了，喝酒误事，喝酒误事，以后没有蓝湛在，老子再也不喝酒了。叔父恕罪，我保证再也不会有下次了。明天就是端午节了，还有祭礼呢，您看是不是？魏无羡本以为蓝启仁会冲他怒喊一声不成体统，然后让他滚蛋，却没想到蓝启仁突然对着蓝思追问道：身为族中掌罚之人，醉酒夜游，举止不端，我可没有宵禁不归。魏无羡急忙道。蓝启仁气道：我知道，难不成我还会冤枉你吗？魏无羡被他喊得再度缩成一团，瑟瑟发抖。不能，哈哈，不能。蓝启仁怒哼一声，接着道：顶撞长辈，该如何处罚？魏无羡在心中翻了个白眼，心道：得，又多一条罪名。蓝思追正想回答，却突然想起这处罚是要安在魏无羡身上的，他要是照实说，会不会被种地了去啊？这个怎么，掌罚之人居然连家规也不熟知？这10年都历练了些什么？思追有错。家规是如何记载的？这个其实我是为了测试这些小辈是否遵守了蓝家家规，并非有意冒犯叔父。魏无羡的意思就是，我是为了帮忙，就算犯了家规，也得给个宽大处理不是？他却没想到蓝思追低声嘀咕着：魏前辈你找借口也不找个能让人信服的。魏无羡都快气乐了，借口啊？要是真的，那还叫借口吗？借口的意义就是存在即可啊。他想着反正他有蓝忘机撑腰，咋罚都不怕，主要是怕气到蓝老头，倒不如大方认罚，省得这个不开窍的小家伙和死脑筋的老头一直对着。做了这个打算，他便说道：思追，你就照实说吧，无妨。不知是否是他说的过于理直气壮，以至于蓝思追会错了意，以为魏无羡是在说想清楚再说，
不然兔子堆和土堆公君选择。这下搞得他更不敢说了。他家在两人中间正难受呢，蓝忘机已闻讯赶来。蓝忘机到场后，看着三人的站位，便大概猜到了事情的走向。他走上前去，将魏无羡拉到身后，又朝着蓝启仁行了一礼。蓝启仁将魏无羡刚刚的说法复述了一遍，道：“你可相信？”蓝忘机毫不犹豫的道：“信。”他这般笃定，倒是让魏无羡有些不好意思了。蓝启仁气道：“好，我不管了。思坠，你既掌罚，此事便交给你定夺。”蓝忘机也道：“既掌罚，便不可畏首畏尾。”蓝思追真是欲哭无泪啊！想了半天，他终于想了个办法出来。他稍微挺了挺腰板，道：“为前辈畏守家规，罚藏书阁紧闭1月，并整理藏书阁外围书卷名录，非祭礼不出，请韩光君监督。”蓝启仁翻了翻白眼，但也没再多说什么。今日发作本就是想看看蓝思追在两边之间能否持身中正。既然他给了处罚，即便并不太重，却算是过关了。他甩了甩衣袖，离开了。魏无羡见蓝启仁走了，这才从蓝忘机身后探出一个脑袋，拍了拍胸脯，随手环住蓝忘机的腰，撒娇道：“蓝湛，怎么办呀？我又被你叔父……不对，我又被罚去藏书阁了。”蓝忘机将人拉到身前站好，道：“我去监督你。”蓝思追无奈的被闪瞎了一双眼睛，真是无妄之灾啊！魏无羡此时精神得很，既然现在就要去藏书阁，蓝忘机拗不过他，便由着他拉着自己去了藏书阁。蓝忘机走前还不忘对蓝思追道：“此次做得不错。”魏无羡和蓝忘机在藏书阁坐定后，眼神中那抹醉意便也消失了，坐在蓝忘机怀里道：“蓝二哥哥，看样子你可以放心了。”在一个大家族之中，身为掌罚之人，多出的权力也是多了些责任。蓝忘机能够做到除了魏无羡外不对一人偏私，而对蓝思追而言，他并非真正的本家血脉，他连那一个例外都不能有。但有时候他却必须要权衡利弊，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就像这次，蓝启仁是前辈，是先生，蓝忘机与魏无羡对他都是如父如兄，他便给出了最好的答案：“蓝湛，我们以后多多回来吧。”好。两人说了会话，魏无羡突然握了握手，蓝忘机疑惑道：“有何问题？”魏无羡愣了下，才回道：“没什么，就是没想到叔父看着这么瘦，还挺有肉的呀。”蓝忘机黑着一张脸将人按倒，捉住那只握拳的手放在自己腰间，有肉。趁着魏无羡没反应过来，狠狠地吻了下去。一吻终了，他又道：“不许摸别人。”魏无羡失笑道：“好好好，不摸别人，只摸你。哎呀，我这全身上下都被你摸过了，可我还没摸遍你呢，我可是亏大了呀。”想要补偿？魏无羡扬起笑脸道：“自然要呀，不过韩光俊想怎么补偿我呢？”可两人还没有下一步的动作，一声咳嗽声打断了两人之间的气氛。蓝思追背对着二人站在楼梯拐角处，脸色通红，低着头道：“那个韩光俊，门生方才来报，说您在厨房借的那个锅里面传来了奇怪的声音，问您需不需要去看看。”蓝忘机脸色微微一变，整理好了衣衫，急忙赶着去看他借的锅。魏无羡不明所以，便也跟着去了。蓝思追倒是没跟着去，他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二人去到厨房后，里面的师傅面色怪异地看着他，蓝忘机耳根微微泛红，让人散了之后，才靠近自己借用的那口锅，小心翼翼地掀开了锅盖。魏无羡站在他身后一瞧，一时没看懂锅里是什么。“蓝湛，你大晚上蒸米饭做什么？不对，这米里面还有什么？”说着，魏无羡便伸手去拉那米中的异物。蓝忘机的耳朵红了个彻底，忍不住去拉魏无羡的手：“别动！”可为时已晚，魏无羡从锅里拿出了半张粽叶，看着那半张粽叶，又看了看锅里满满一锅的糯米，实在是忍不住了，大笑出声：“蓝湛，你哈哈，你是怎么做到包粽子漏米能漏一锅的？哈哈哈哈！我还以为你是要蒸米饭，哎呦不行，笑死我了！”蓝忘机面上有些挂不住了，用手去堵他的嘴：“别笑了。”魏无羡一把将他的手抓住道：“那怎么行？哎，蓝湛，看这锅里粽叶和这米的形状像什么？”他这么一说，蓝忘机才回过头去看那锅里的状况，竟是一个笑脸。魏无羡笑嘻嘻地凑过去，
哎呀，我的蓝儿哥哥怎么这么有才，包粽子漏米都能露出和我一模一样的笑容来。蓝忘机哪里知道自己的粽子会漏米，还露出了一个笑脸。此刻被魏无羡稍作解释，他的心便砰砰直跳，抿着唇要拉着魏无羡走，道：别看了。魏无羡挣扎道：别呀，万一有没漏的呢？他拿了双筷子在锅中扒了扒，倒是真被他发现一个完好无损的粽子。蓝忘机将它捞出来，放入凉水之中降温，将粽子上的细线解开，剥开粽叶，送到魏无羡嘴边。魏无羡就着蓝忘机的手咬了一口。好吃吗？魏无羡点了点头，好吃，可甜了。蓝忘机也咬了一口，算不上好吃，只能说是中规中矩罢了。可魏无羡却吃得很开心，魏无羡开心，那他便开心。对二人来说，这淡而无味的粽子远胜山珍海味。两人分食了这个粽子，蓝忘机将魏无羡脸颊上的一粒糯米摘掉后道：下次会更好。魏无羡却笑嘻嘻环住了蓝忘机，只要是你做的都好吃。随后又凑近了说了声都很甜。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请点击订阅频道，欢迎在视频下留言，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感谢您。